4月30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呢全员投票通过一项提案，计划呢将中国的实验室彻底剔除出美国电子产品检测认证体系。就在同一天，中美高层先后进行2场重要通话，表面上都在强调要稳住双边关系，推进务实合作。一边呢高调出手极限打压，一边呢嘴上维系着沟通合作。这种做法呢，放在外交层面，实在是显得虚伪又违和。外界不禁要问：华盛顿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那这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FCC 它的这个提案明确规定了，说今后呢，凡是未与美国达成这个检测认证互认协议的国家，那它的这个境内所有的实验室都不能再为出口美国的电子设备来提供检测认证的服务。那应该说它这个规则指向性是十分明确了，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因为按照这个 FCC 自身公布的数据，目前呢，美国市面上流通的这个电子产品呢，约75%的这个检测业务呢，都由中国实验室来承接像覆盖了，比如说像智能手机包括笔记本电脑。包括像什么相机路由器等等吧，各类的主流设备，那几乎囊括全品类的这个产品了。那提案呢就设置了一个2年的缓冲过渡期倒不是马上开始它有2年的这个过渡期。那过渡期结束之后，不合规的境外实验室将被逐步的清理。那与此同时呢，美国呢为本土以及所谓的它的这个可信国家的这个检测机构就开通了一个审批绿色通道那就大幅这个放宽了准入的流程。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呢，它这个 FCC 当天呢还同步通过另一项的提案，那就是禁止国内3大的电信运营商在美国呢布局运营的数据中心。甚至计划是切断其与美国本土电信网络的这个互联互通。你看，连续2项的这个重磅举措接连落地，美方的封堵遏制的这种范围，说实话，早已经不局限于电子产品检测认证这一个领域了。那应该说这早已经不是 FCC 呢第一次针对中国检测机构下手。那早在这个2025年的5月，整整1年前，对吧？FCC 呢就出台了新规，禁止被其贴上受外国势力控制标签的中国实验室参与美国相关认证业务。那么同年的9月又直接呢撤销了中国通信院威凯检测等等多家的知名机构的这种认证的资质。那它的这个前后累计就拉黑了23家中国专业检测实验室。那即便美方层层设限、定点打压，国内绝大多数的正规的检测实验室呢，依旧保持一种正常的运营。那业务呢，并未受到这种根本性的冲击。也正因为如此，那这次的 FCC 呢，改变了这个套路不再的逐个的机构点名来限制，而是什么呢？而是直接划定一个硬性的门槛了，就是只要没和美国签署这个互认协议的相关国家的实验室，一律不准涉足这个美市场的检测的业务。那就实行一种什么呢？一刀切式的封杀。那美方拿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当做借口，说实话，在我看来根本就站不住脚。为什么呢？这套说辞早已经掩盖不住真实的图谋了。迄今为止呢 ，FCC 呢始终拿不出任何实锤的技术证据它没法证明中国实验室存在所谓的安全隐患，却执意呢，从早前的这个定点的限制，升级为什么呢？如今的全行业的是吧，全面的封杀。那究其根本，美方的真实目的就是想从行业标准和这个合规认证的这个源头来入手，把中国彻底就踢出全球电子产业的一个信任体系与供应链的格局可谓是狼子野心，不得不警惕。美方呢只认可签约互认国家出具的检测报告，相当于就逼着全球的科技企业做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么把这个产品检测环节从中国给迁出，那要么就直接放弃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毋庸讳言，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首要最大的这么一个第一的消费市场。那很多国家是吧，他不愿意放弃
但是要知道，美方呢这记狠手不只会伤到中国相关的产业，自身也难逃反噬。那你看，业内分析认为说，倘若中国企业被迫转而选择欧美实验室重新做检测，那不仅呢检测成本会直接上浮这个15%到30%，整体的通关周期呢还要再多拉长3到6个月。可是呢，我们反观这个美国本土啊，短期内根本就没有这种足够的产能承接原本由中国实验室承担的大规模的检测业务。那产能的缺口摆在眼前，必然就会导致本土检测费用它跟风的上涨，最终美国本土企业呢经营压力加大，那普通的消费者也就要承担这种更高的成本。那我们经常说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吧？那最终也会为美方的政治操作来买单。那从时间节点上来看 ，FCC 呢选在这个4月30号呢抛出提案，刻意卡在中美高层这个密集沟通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就在当天中国外交高层呢应约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就严肃点名台海问题是当前中美关系一个最大的风险隐患。那么敦促美方恪守既有的承诺，做出理性正确的政策选择。当天晚间呢，中美经贸领域的负责人呢又举行了这个视频会谈，双方呢就围绕着落实两国元首釜山会晤的共识历次的高层通话的精神，就化解经贸分歧这个拓宽务实合作空间深入交流。那中方呢在这个会谈当中专门就美方近期接连出台的这种多项对华的限制措施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严正的立场。那双方呢也达成共识，将继续通过这种常态化的磋商机制来管控分歧、管控风险。那么事实上FCC 的这项提案呢，绝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什么呢？美方系统性布局的一环呢，就是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呢在这个科技经贸这个多个领域同步的加码施压持续收紧像光刻机对华出口的管制，是吧？频繁的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起这种知识产权的指控，还接连出台这个消费级的路由器民用无人机等等产品的这种进口的禁令，一系列的举措层层的叠加，释放的信号十分的直白。华盛顿呢已经一改过去零散的这种单品的限制打压的模式，转而推进这种全链条系统性的产业链的脱钩围堵。那电子产品的检测认证看似是产业链里边不起眼的一个小众的环节，那确实呢各类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必不可少的一个准入门槛也就是说呢，卡住这一关键的节点，就等于是扼住了电子产业跨境流通的一个命脉。那面对美方呢接连出招中方呢反应迅速应对果断。5月1号，在我们的这个小长假的第一天，你看商务部人家都没休息，商务部第一时间公开发声，直接指出美方刻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违背行业的技术中立的基本原则，同时发出一种明确的警告：如果美方执意坚持这种错误做法，中方必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坚决维护国内企业的这种合法正当的权益。那我想这番表态绝非是一种口头的威慑。那中美的电子产业供应链早已经是深度绑定，相互的依存。那美方的各类的限制措施终究绕不开自身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现实的依赖。那如今中国拥有这种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完整自主的产业配套能力，还有呢成熟完备的贸易反制的法律工具，那早已经做好了这种随时谈判磋商从容应对各类变局的一种双重的准备。眼下距离5月两国元首会晤呢已时日不多了。那华盛顿呢一边不断的出招施压，制造壁垒，一边呢又维持着高层的通话假意释放合作善意。那这种惯用的套路，外界早已经看透了。但是中方绝不会顺着美方的节奏妥协退让，在高层的通话当中主动的亮明底线红线在这个经贸的谈判当中呢，严肃驳斥这种不合理的限制。那中方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了吧？那就是可以坐下来沟通协商，但是
绝不可能在美方施压逼迫下做出这种无原则的让步。至于说这个 FCC 的这份提案最终能否落地后续呢如何演变，最终不只是由华盛顿单方面说了算，更是要看美国能否承受自身政策所带来这种连锁的代价与经济的损失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呢点击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